如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老家成亲呢。成亲？我没有答应要跟你成亲啊！而且我跟你说过了吧，我有未婚夫的。行了，我都调查过了，你那个未婚夫根本就是假的。你是在考验我有没有这个勇气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证明给你看。走。哎，你干嘛你放手！成亲。记住了。干什么你？谁要跟你成亲？你放手！放开我！走。放开我！你放开！你干什么你？放了如雨。呀，大舅哥。哎呀，我不想再跟你打了，我只想带着如雨离开这里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你放手！冉旭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走出太极门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过了，就你们这太极门，只要有人能打过我，我马上就离开陈家沟。没想到你小子这么冥顽不灵啊！他好说，我之前可是手下留情了，今天我可就要使出真功夫了。行了，大舅哥，真的不能再打了，再打，我怕我伤着你。走。讨厌，你放开！你竟然说我打不过你，好，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。看招！喂，别再打了啊！再打不客气了。没事吧？如风怎么样？把他扶到房里去。好的。如雨是太极门的人，是不可能让你把他带走的。要打，我就跟你打。你算什么？你凭什么跟我打？凭我是他未婚夫。行了，我都调查过了，如雨根本就没有未婚夫。这是我们私底下的约定，别人不知道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好啊，能打赢我再说。站到一边去。当心点。你放弃了？好，我放弃陈如雨，离开太极门。你们能晚一点再成婚吗？为什么？等我练好了武功，我再来比武。不用了，我们很快就会成亲了。就多那么一点点时间都不能给我？说真的，如雨，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日夜不停的思念你。现在你有了未婚夫，
我还是愿意等。如果有一天你回心转意了，一定要来找我，我等着你。那个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就赶紧回去吧。我们一起送他吧。好啊。来。告辞，不送。怎么，又不舍得让人家走啊？你别乱说，哪有啊？我觉得冉旭就是冲动了点儿，但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。讨厌！不开玩笑了，我们快点回去看看如风吧。嗯。师傅，如风的伤严重吗？手臂骨折，看来要静养一些日子。这个冉旭呀，真是胡闹！如风在这个节骨眼受伤，谁去参加武林大会的比赛呢？爹，要不让飘逸哥去吧？嗯，飘逸哥武功进步很大，他现在不但打败冉旭，而且还打败了殷啸天的手下。我觉得他去参加武林大会应该没有问题。师傅，不行啊，我的实战经验还不够。武林大会就是个很好的实战经验啊。是啊，武林大会名义上是公平切磋武功，可所有的人为了赢得比赛，都会用尽所有的实战技能。飘逸，你既然想得到实战经验，就应该把握这次机会，既可以通过实战增长经验，也可以结交江湖各派人士，将来行走江湖，这些都是必要的经验。自从我来到太极门这些天，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。我担心殷啸天会趁着比武的时候，对太极门不利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那殷啸天呐，只不过是张凌寒手下的无名鼠辈。下场对阵的是许东和朱飘逸。许师傅，谢谢上次的赐教，请。周师傅赐教。本场获胜的是太极门朱飘逸。好，下场比武是李不明和马宁儿。本场获胜的是马宁儿。下一场
张小然师哥，对战你太厉害了何大辉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师哥，来吃块西瓜吧。今天好多人都被淘汰了，真残酷。是啊。但不经过淘汰，又怎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呢？我还以为你在同情他们呢，真搞不懂你。我同情他们，可谁来同情我呢？说实话，我参加这个比武大会，就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，能不能去报仇。思路，你支持我报仇吗？我支持你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支持你。可是师父就是不支持我。我爹他其实是因为关心你才不支持你的。师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你今天在擂台上比武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担心你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无论是比武还是报仇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再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师哥会保护好自己的。那就好，来，吃块西瓜吧。你一定要好好休息，还要准备后面的比赛呢。甜吗？很甜。你也吃一块。哦。飘逸哥，这次获得胜利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啦？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都要比下去啊！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其实胜败输赢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倒是挺想得开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哥为了比武这个机会，天天做梦都想去。但是我看你都不是很在乎。如风他就是太在乎输赢，才会在比武之前出了岔子。可是胜败关乎到尊严，如果不这么在乎输赢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学武呢？当初我是为了报仇，但现在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心态。心态呢，决定结果。以前的我一心就想着要报仇，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只知道抱怨。但经历了这次比武之后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。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是想调整好心态之后再去报仇是吗？飘逸哥，你能不能不去报仇啊？毕竟我觉得输赢是小，但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。
兄啊，宁儿这次进决赛了。我知道。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凑到一起了。那么多的高手，我宁愿宁儿输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清源兄，这两个孩子之前一直有着深深的隔阂。之前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宁儿对飘逸有着不小的怨气啊。我也不止一次的跟他说过，可是他每次都要逃避。这俩孩子今天在决赛碰到了，我看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呀。蒲方兄，我觉得飘逸对输赢不会太过计较。可是宁儿她计较啊，宁儿可不像飘逸那么心宽，那么大度。她自尊心很强，喜欢争强好胜。所以啊，我担心，如果宁儿她输了，会记恨飘逸呀。这俩兄弟刚到太极门的时候，我就试图出面化解两兄弟的矛盾。可是，就算我出面了，也未必化解得了。想当年我跟我的哥哥，就为谁继承太极门的掌门而发生过争执。后来我哥哥看透了这一切，于是他选择了国家，选择了民族大义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觉我自己的理想是多么的渺小。蒲方兄，你放心，现在两个孩子年纪还小，以后他们会慢慢知道的。清源兄说的有道理，我期待他们成熟，也期待他们彼此释怀的那一天。那清源兄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飘逸，飘逸，对手出现了，是马宁儿。我觉得你一定能赢马宁儿。输赢我也不敢保证，我只能做到将师傅和师兄教我的全部发挥出来。这得熬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有句话说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吗？明天是比武最后一天，趁着人多搞点乱子，趁机把龙头杖抢出来。这个主意好啊！这样聚集在太极门的上百号高手，就可以联手把你抓起来。上百号人呢，就算每人打你一拳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等队长回来安排吧。偏偏遇到这种破事儿。明天的决赛呀，有很多人看着呢，咱得穿件漂亮的衣服啊。谢谢师傅。宁儿，明天的决赛，你跟飘逸的输赢并不重要，而是借这次武林大会啊，相互切磋，熟悉对方的武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切磋归切磋，但我还是会赢的。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水准，我很清楚。宁儿，飘逸最近一段时间进步很大呀。可师傅，我也在强大呀。你很在乎输赢吗？师傅，你忘了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武功最强的人。宁儿，那万一有的人比你武功高呢？那我就更努力的练功，超越他。你上进的心情，师父十分理解。可是宁儿，咱们做事情可千万不能急躁啊。比武是咱们练武之人提高自己修为的方式，并不是以此来定夺成败。胜败是常有的事情，赢了不骄不躁，输了再接再厉，千万不要气馁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师父。师父您早点睡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本届武林大会决赛即将开始，
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宁儿，请2位登场。师哥，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会赢的。宁儿，承让了。希望你全力以赴，不要藏实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就好。能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朱飘逸。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。师傅，我赢了。我看到了，飘逸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我怎么可能输给他？我没有输，我可以赢他的。师父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对我。老天爷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，都
兜兜转转全都是你身影，我的视线与一颗心被占据，冥冥之中多幸运遇见你。无论将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如果有一天一双手能把你抱紧，人生再没有遗憾可惜。我们要在一起，不畏惧荆棘，只怕命运老天爷，将我和你师哥他并没有错，他这辈子命已经够苦的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换他的幸福。渺小的爱能否抗拒命运？未来的路上，多想陪你走下去。一双手握紧。师父，女儿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练功去了。练功去了？哼，是不是又在偷偷练什么鹰爪功？你还去了竹林深处，是不是又去见了什么人，练那个下三滥的招式？我没有啊，师父。你没有。女儿，我真的不希望你练跟八极拳不相关的功夫啊。咱们是练武之人，心里边要有个准则。学武是为了防身，如果你总是练这些阴招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带出来的呀。师父，我觉得你是在偏袒自己的功夫。就算我用出那些招式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这练武就像火一样，火能救人，也能毁人。你再这么不听劝告，迟早会走火入魔的。师父，不是我偏激，我也想让我的功夫更上一层啊。可您又不把拳谱传给我。拳谱？咱们家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拳谱啊。那朱飘逸手上的拳谱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你就把拳谱传给他，不传给我啊？师父，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嘛？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打今儿起，罚你在这个练功场蹲10天马步。哼！师哥，这么热的天，你歇会儿吧。师父不理解我，但师父的惩罚我一定要完成。哎呀，你就别犯傻了，快跟我回去，跟我爹说说。哎呀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去找他说理去。爹。爹，你为什么要惩罚师哥？哼，因为他还在练邪功，他不仅不听劝，反而目中无人，鬼迷心窍。您肯定是误会他了，师哥他现在已经不练鹰爪功了。我误会他？你没听见他顶撞我时候说的那些混账话？师哥，
他怎么敢顶撞您呢？我想他肯定是因为心里不太舒服，所以对您说话莽撞了一点儿。闺女啊，我知道你护着他，是因为你喜欢他，这些爹都不反对。可是闺女，你知道宁儿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？她的心性变得简直是另外一个人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你交给她呀？我不管他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他在我心中啊，始终都是我欣赏崇拜的师哥。而且我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精进武艺，我就是喜欢他，他的初衷也是好的呀。爹，您就原谅他吧。哎呀，爹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就不要再惩罚师哥了。闺女呀，我看着你俩长大，你俩的感情爹心里清楚，爹也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宿。可是马宁儿她顶撞我也就算了，她天天练那些邪功，天天见那些个不三不四的人，你说爹怎么能把你交给一个我不放心的人呢？我不管，我就是相信他。哼！你。我们到了。今天能来这里的都是在上海滩非富即贵的人，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。不过只要按照我教你的去做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些有钱人的 party 总是特别热闹，不会有人刻意注意你的，不用太紧张。party 是什么意思啊？ party 呢，就是这些有钱人的聚会的意思。哦，好，我尽量不紧张吧。张天行已经到了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停在那儿的就是他的车。走吧。
哦。韩小姐，你们两个怎么出来了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我派车送你们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没有车，他可以送我。是啊，我送他回去比较方便，多谢张将军美意。哦，那就有劳武玲小姐了。不知道两位明晚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请你们吃顿饭。啊，真不巧，我明天晚上正好有事情，不好意思啊。那韩小姐呢？啊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。好，那我明晚派车去通讯社接你。啊，好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看，我说过你能做到的。不过我刚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真的很迷人。讨厌。谢谢。韩小姐，请您稍等片刻，将军正在处理公务，一会儿就下来。好，谢谢你。这幅田园合奏是我在慈善拍卖会上拍来的，喜欢吗？意境非常的美。这是乔尔乔内晚期的一幅油画作品，实际上最后是由提香·韦切利奥完成。这幅作品展示了一幕人神心灵交流的幻境，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向往。这样的艺术处理不是为了体现肉体的感官刺激，而是为了表现具有生命力的肉体和纯洁的心灵完美的统一。这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美，恰好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美的典范。真没想到韩小姐对于油画这么有研究啊！一点点。在充满阳光的乡村生活当中，两位衣着华丽的年轻音乐家和两个体态丰满的女神沉浸在音乐当中，将人引入一种恬静的诗意境界，宛如一首人生颂歌，赞扬世俗生活中人性人情和美的意境。画面将具有生命力的田园风光与和谐的人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。这些书你都看过吗？看过，而且每一部分不止看过一遍。《双城记》，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糟糕的时代。那是智慧的年头，那是愚昧的年头，那是信仰的时期，那是怀疑的时期。这本书你看了几遍？就一遍。一遍就记得了？对啊，美妙的诗句总是会让人过目不忘的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莎士比亚，尤其这本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这本书简直就是我的宝贝，
当时我托了好多人才买到的，而且还是英文的原装版。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凄惨悲凉的爱情故事。韩小姐，韩小姐。啊，对不起，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哦，好。
吃了饭出来走走，挺舒服的。对啊，而且饭后多运动一下，其实对身体好的。怎么了？鞋有点挤脚。你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吧？哦，平时穿的挺少的。来，你要干嘛？把鞋脱了呀，不然会容易把脚挤坏的。试一下。另一只。现在怎么样？解放了。感觉舒服多了吧？舒服多了。走吧。走啊，我自己拿吧。没关系，我来好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好了，我到了。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晚餐，今天我很开心。开心就好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那我上去了。拜拜，早点休息。我的鞋。抱歉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帮我去查一下他的身份，尽快。是。开车。飘逸啊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啊！师傅，如果没有您的栽培，我也不会赢得这个比赛。这是你自己努力的回报，不要谦虚了。啊，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再教我别的？我想快点变得强大。不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大的压力，要循序渐进。好，我明白。那师傅，我先回房了。他还是忘不了报仇。我还以为他会开心一阵子呢。想到办法了没有？办法？哼，连殷啸天都在太极门栽跟头，哪那么容易？自从殷啸天受伤之后，我们行动全靠那个马宁儿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哎，殷啸天和雪莲之前私底下找马宁儿，他们要是甩开我们单独行动，
把龙头杖私吞了怎么办？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。如果队长真那么想，那咱们可就白忙活了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干脆我们自己干。我正有此意，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五毒散，只要能潜入太极门，在井水和饭菜里下毒，毒死太极门的人，龙头杖岂不唾手可得？放心吧，没人跟踪我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？别紧张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武林大会都已经结束这么久了，你们迟迟不肯行动，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？别急，先帮我一个忙。和殷啸天没有关系。好吧。你说，要我帮你什么忙？帮我杀了毒蝎。毒蝎？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少废话！你是杀还是不杀？那殷啸天知道了怎么办？我不说谁会知道？毒蝎准备偷偷潜入太极门去下毒。到时候你们太极门的人都会死。你不怕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殷啸天，揭发你？你是个聪明人。现在你师父已经开始怀疑你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杀了毒蝎，那就是大功一件。他们还会怀疑你吗？再说了，就算你告诉了殷啸天，你觉得他是会信你，还是会信我这个跟了他10几年的人？哇，你这招够毒的。这不叫毒，这叫智慧。我帮你报仇，还能让你全身而退，怎么样？干不干？哼。我若是不答应你，我恐怕走不出这片树林了吧？马宁儿，你确实是个聪明人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一直给殷啸天当傀儡。如果你有顾虑，我不为难你，我还是会把毒蝎的计划告诉你。这五毒散管不管用啊？太极门上上下下可是有好几百号人呢。这五毒散再配上决明草，就是天底下最毒的东西。这种药毒性最强，吃到胃里不会有什么反应，直到进入小肠才会被吸收。这个时候再吃什么解药都没用，从毒发到死亡只需短短4分钟。那你准备怎么潜入太极门？太极门的伙夫每天早上都去镇上挑选食材，我就伪装成送菜的，不仅能进入太极门，还能直接进到太极门的厨房里。兄弟，小心点。放心吧。这个要吧？把这个给我装上。好。给你拿都是好的，你看这些啊，一会儿你派人给我送过去。这路啊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太极门我都去过好几次了。行，先送5条鱼，要大个的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快点你！哎。
哎，送菜的。军爷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哦，我是他亲戚，他今天脚崴了，我来替他一天。行，进去别到处乱跑啊！送完菜赶紧出来。是，去吧。知道。哎呀，是你呀，吓我一跳！哎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哼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哎呀，这边太危险，来，跟我来，来呀，快！马尼尔，你这个叛徒！叛徒？你太天真了吧！我从来都不是你们的人，真的以为我会帮你们吗？我跟殷小天只是互相利用而已啊！马尼尔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宝藏分你一半。毒心，殷小天是我的妻子，你是殷小天的妻子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来人呐！殷小天被人闯进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宁儿，没事吧你？师傅，我没事。爹，咱们太极门如此的森严，没想到这殷小天还能派人混进来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是，陈掌门，我看到这个混蛋潜入太极门，我就偷偷的跟着他，没想到被他发现之后，他就拿刀子想要杀我。我为了自保，就跟他打了起来。我原本想抓个活的，但他不甘心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夺过刀，把他给杀了。哎呀，原来他们是投毒的，这殷小天真是卑鄙无耻！你马上通知大家，不要吃今天的食物，还有这里的水，要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。快去！是，爹。你们听着，倒掉今天所有的食物跟水，连牲畜也不要吃这里的饲料，听到了吗？是。宁儿，为师之前真是错怪你了，要不是你及时发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师傅，没事，我做了我该做的，只要大家没事就好。宁儿，马大哥，你刚刚真厉害啊！哎，那招怎么来着？马大哥，什么时候能教教我们？以后有机会的。你真厉害，我太佩服你了！太厉害了，这招真棒！那些坏我们都受不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至于这么耀武扬威的吗？师哥，师傅，爹，我就说嘛，师哥他一心都是为了大家好。你看这次他救了所有人的命，他真是个大英雄。哪里啊？能除掉恶人，对我来说也是报酬嘛。只要大家没事就好。宁儿，师傅真的替你高兴啊，也为我的行为感到惭愧啊。没有，师傅，都是我不好，没能向你解释清楚。好了好了，现在误会啊都解开了。我们啊，以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呐，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。今天发生的事啊，殷小天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来了。毒蝎怎么还没来？毒蝎被陈庆元给杀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毒蝎潜入太极门去下毒，被陈庆元发现是你们的人，当场就把他给杀了。怎么可能？毒蝎行事一向小心，怎么会被轻易发现？啊，你知道这件事儿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说，毒蝎武功那么好，怎么会被发现？太极门那么多人，如果潜入太极门那么容易的话，我们早就动手了。也不知道是谁给毒蝎出的这么笨的主意，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阴谋呢。哼，你少废话，什么阴谋不阴谋的？毒蝎这边刚死，你就开始污蔑他，好狠毒的女人！别吵了，毒蝎贪功心切，瞒着我私自行动，才搭上了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后谁要是再私自行动，我绝不留情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入神。哦，哎，你不会又在想报仇的事情吧？哎，兄弟，这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已经无可挽回了，何必再苦苦折磨自己呢？是不是？放下执念，珍惜眼前人。喂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说的眼前人不是我自己。哥，飘逸哥，眼前人来了。哎，飘逸哥，吃点东西吧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有些人呐，要对他自己哥哥这么体贴，那就好喽。嘿，飘逸啊，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？哥，怎么有吃的都堵不住你的嘴啊？飘逸哥，你这次代表我们太极门参加武林大会拿到冠军，真是为我们争气啊！多亏有你们的帮助，我的武功才能够进步那么快，身体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到现在。你看你又来了。哎呀，马宁现在已经把殷啸天的另一个手下给杀了，他们的实力已经削减了一半，谅他们也不敢再过来了。虽然他们的实力没有以前强，但是殷啸天是誓不罢休的那种人，我们还是要小心点。那怕什么呀？我现在的手臂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他们要敢来，你我联手，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。说的好像你很会打一样。嘿，那个小丫头片子，你忘了上回要不是我的话，你什么呀？上次就是因为你，我差点嫁给冉旭了，你还敢说？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去吧你。好，那个小丫头片子不知好歹是不是？以后再也不帮你了。哼，好小气啊！